丰田混合动力先锋再次引领汽车行业变革。作为混合动力技术的早期探索者，丰田汽车一直以来都擅长打破汽车行业的固有模式。如今，这家汽车巨头正准备再次震撼整个产业。丰田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对外透露，公司正在研发一种颠覆性的发动机。这项创新技术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电动汽车市场格局。这并非是对现有发动机技术的简单优化，而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变革。其潜力在于重新定义未来汽车的动力来源。这项备受期待的技术细节目前仍处于高度保密状态。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丰田的这项秘密计划，揭开这项可能颠覆行业的创新技术的真实面纱，以及那些尚未被媒体公开的内幕消息。丰田此次大力进军可持续交通领域，采取了一条与当前主流趋势全面转向纯电动汽车 EVS 显著不同的路线。在全球汽车产业似乎正被纯电动汽车所主导，中国和美国等行业领导者不断在技术上取得新突破的背景下，丰田选择了强调技术多样性和全面的移动出行解决方案。这一独特的战略构想由丰田汽车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中岛裕之在近日的技术简报会上进行了详细阐述。中岛裕之强调，丰田的愿景是转型成为一家综合性的移动出行公司，而不仅仅是一个汽车制造商。值得注意的是，丰田并非单打独斗。简报会还透露了公司与关键人物的合作，包括主导电动汽车研发的角拓郎，以及负责氢燃料汽车部门的山形光正。这些公司内部的协同合作凸显了丰田致力于以全面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未来的出行需求，旨在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并实现环保目标。转型为出行服务提供商意味着丰田将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以适应全球各地不同的需求和环境。而这项战略的核心正是其正在开发的革命性氢内燃机技术。与目前其他制造商采用的通过氢燃料电池发电再驱动电动机的传统方式不同，丰田的这款发动机可以直接燃烧氢气，其工作原理与传统的汽油内燃机相似，只是燃料替换为氢气。这项技术被寄予厚望，有望重新定义零排放车辆的解决方案。丰田的氢燃料发动机在设计上只排放水蒸气作为尾气，从而彻底消除了碳排放，这与全球范围内减少碳足迹的努力不谋而合，充分展现了丰田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坚定承诺。此外，丰田对氢能的重点投入也体现了其对氢能作为一种多功能且高效燃料的巨大潜力的深刻认识。考虑到氢气单位质量下的高能量密度，以及通过多种工艺相对容易获取的特性，尤其值得关注。目前每年都有数百万吨氢气被安全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为建筑物、电动汽车、叉车、船舶乃至火车提供动力。这有力地证明了并非所有发动机都必须依赖汽油。现在让我们聚焦于丰田突破性的氢燃料燃烧引擎，这项创新技术正准备颠覆我们对汽车引擎的传统认知。这项创新的核心载体是丰田 Corolla Cross 2概念车，它搭载了一台 1.6 升涡轮增压3缸发动机，完全以氢气为燃料驱动。丰田是如何实现这一愿景的？变革的起点是丰田重新审视整个电动汽车 EV 市场的策略。这款轻动力的新引擎预示着一场颠覆性的变革，有望彻底重塑电动汽车产业的格局。为了安全地储存高易燃性的氢气，丰田在其设计中融入了坚固的装甲燃料箱。这一设计理念来源于其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FCV Mirais 马锐。尽管拥有强大的性能，卡罗拉 Cross 2概念车却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高效率，仅需5公斤氢气即可行驶约300英里。而在氢气消耗完毕后，车辆仅产生约50升水作为副产品，对环境没有任何危害。这与二氧化碳排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疑增强了这款车的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丰田还与雅马哈发动机公司合作，共同开发了一款完全由氢气驱动的 V8 发动机。这款强劲的引擎能够产生大约455马力和398磅英尺的扭矩。更令人称赞的是，他们还为其配备了8.1的顶置排气气管，这不仅提升了发动机的性能，还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高频声浪，使得这款引擎在性能和风格上都显得与众不同。与传统的电动汽车相比，丰田的氢燃料内燃机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尤其体现在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堪比传统加油站的快速加氢效率，如同赛车进站补给般迅速。这项技术不仅突破了性能的限制，更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并大幅降低了对稀缺材料如锂和镍这些是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核心原料的依赖。尽管这款氢燃料汽车仍然配备了储能电池，但其体积远小于常规电动汽车的电池组。
截至2023年末 ，Corolla Cross 2概念车已经在日本北部严寒的环境中进行了严苛的实车测试，所获得的反馈结果令人信服。这绝非是一款普通的引擎，而是一位环保先锋。其尾气排放仅包含水蒸气，其惊人的续航能力和快速加注特性标志着汽车技术的一次重要飞跃。展望未来，如果轻动力汽车能够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2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在道路上行驶，到2030年这个数字有望跃升至80万辆。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增加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加氢站数量。丰田氢燃料发动机技术的优劣势分析，我们知道氢燃料发动机在众多的汽车技术中独树一帜，那么它的优点和缺点究竟有哪些呢？首先来看其优势。这款引擎具备卓越的环保特性，它以氢气作为燃料来源，唯一的副产物是水蒸气，完全规避了传统汽油引擎产生的有害污染物。这意味着它不会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或颗粒物，这些物质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此外，该引擎还配备了先进的水冷系统，能够高效地管理高温环境。这项创新不仅提升了发动机的性能，还延长了其使用寿命，有效地缓解了过热问题。这类技术进步有望降低维护成本，增强可靠性，为全球驾驶者带来福音。丰田氢燃料发动机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与现有汽车技术的良好兼容性，其运作原理与传统的内燃机相似，因此可以相对容易地集成到现有的车辆设计和制造流程中。这种兼容性对丰田尤其有利，使其能够直接改造现有车型，以搭载这项新型引擎技术。尽管优势显而易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技术都面临挑战。丰田革命性氢燃料引擎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氢气的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引擎本身堪称环保奇迹，但其真正的环境影响却取决于氢气的生产方式。目前，尽管我们每年生产数百万吨氢气，但生产过程并非总是可持续的。要真正受益于这项绿色技术，我们必须确保氢气的生产方法既清洁又高效。如果丰田计划大规模生产这些氢动力汽车，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氢燃料的补给基础设施是另一个重大障碍。当前加氢站的数量非常稀少，这与遍布各地的加油站和充电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意味着，即使拥有氢动力汽车，寻找补给点也可能令人头疼。要使氢动力汽车得以普及，就必须大规模扩展加氢网络。氢内燃机的另一个潜在障碍在于其复杂性和成本。这类发动机虽然与传统发动机在结构上相似，但需要配备双水喷射系统，这一特性结合发动机控制单元对精确控制的需求，使得整体设计更为复杂。这种额外的复杂性自然会推高制造成本，使得这类发动机的生产成本更高。此外，氢内燃机的维护费用对车主而言可能相当昂贵，因为这类发动机所需的专用零部件不如传统发动机常见，这意味着更高的保养成本。即便丰田成功实现这款革命性发动机的量产，仍然面临市场准备度的问题。目前，这款发动机的量产版本仍处于研发测试阶段，即使设计通过所有测试，被认定具备市场投放条件，这些车型仍然需要额外的时间才能实现商业化销售。这种延迟可能会对渴望采用新技术的消费者构成挑战。丰田氢燃料发动机与汽油发动机的技术对比，尽管丰田的氢内燃机和传统的汽油发动机都基于内燃机的原理运作，但燃料特性的差异却催生了诸多技术革新。首先，让我们从燃油喷射系统说起。在传统的汽油发动机中，燃油喷嘴将汽油喷射到燃烧室，与空气混合后点燃。然而，氢气的密度远低于汽油，且燃烧特性也不同，因此需要完全重新设计的喷射系统。氢气喷射器需要具备处理高压气体的能力，并确保精准输送，以防止提前点火。此外，氢气喷射器还需采用能够抵御氢脆化的材料制造。氢脆化是指氢原子扩散进入金属，导致其脆化开裂的过程。仅此差异就要求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喷射器设计进行重大改造。再来看燃烧室本身，氢气的燃烧温度高于汽油，这意味着燃烧室必须采用能够承受更高温度且不发生退化的材料。丰田的氢燃料发动机采用了先进的合金和特殊的涂层，以保护发动机部件免受高温侵蚀。此外，其设计还包含优化的冷却通道和材料，以应对更高的燃烧温度。传统的汽油发动机虽然也需要处理高温，却无需面对同等极端的条件，因此采用了不同的材料和冷却技术。另一个关键组件是燃料存储系统。传统的汽油发动机将燃料储存在相对简单的储罐中，用于存放液态燃料，而氢气必须以高压气体形式储存，这需要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等材质制成坚固耐用的高压储罐。
以确保安全性和耐久性。这些储罐的设计需要承受高达7008约10000磅每平方英寸的压力，远高于汽油罐所承受的压力。储罐的设计及其在车辆中的集成还会影响整车的结构和空间利用率。燃料输送系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汽油发动机中，燃料从储罐泵入发动机时的压力相对较低，而氢燃料发动机则需借助高压泵和调节器将储罐中的氢气安全地输送至喷射器。这些组件必须具备承受高压和防止泄漏的能力。鉴于氢分子体积微小且极易燃，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更为微妙但同样重要的差异在于排气系统。汽油发动机产生多种废气，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及未燃烧的烃类。排气系统必须配备催化转化器，将这些排放物降至安全水平。相比之下，氢内燃机的主要排放物是水蒸气，这极大地简化了排气系统，因为无需复杂的排放控制装置。然而，排气系统仍然需要专门设计，以处理大量的水蒸气，并防止冷凝液损坏系统或影响性能。此外，氢内燃机的发动机管理系统也更为精密，需要精准地调控氢气燃烧所需的条件，包括空燃比、点火时机和燃料输送。这需要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算法。这些系统旨在优化性能和效率，同时确保安全。传统的汽油发动机也采用精密的管理系统，但其控制的参数和监测的条件存在差异，这源于汽油与氢气的不同特性。此外，氢燃料发动机中的点火系统也可能有所不同。氢气的宽泛可燃范围与低点火能量意味着火花塞和点火时机需要精确控制，以避免爆震或爆燃等问题。这些在汽油发动机中较少出现，这要求点火系统能够处理这些细微差异，并在各种工况下维持最佳的燃烧状态。最后，我们不应忽视结构完整性及整体设计适应性方面的问题。氢催化是传统汽油发动机无需面对的现象。当氢原子扩散至金属内部导致其催化时，需要在氢能发动机的整个系统中采用特殊的材料和涂层处理。所有接触氢气的部件都必须具备抗催化的特性，这为工程设计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水燃料汽车的历史尝试。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尝试开发仅排放水蒸气的汽车。在引擎轰鸣与汽油气息弥漫的时代，一对父子搭档亨利与查尔斯 ·H· 加勒特推出了加勒特电解化油器。该装置于1935年9月8日获得了专利。1935年，查尔斯·加勒特展示了一辆短暂运行、仅排放水蒸气的汽车，尽管运行时间很短，却点燃了公众的想象。达拉斯晨报报道称，该演示装置通过电解过程生成氢气，进而驱动车辆。加勒特的这项发明以传统的化油器为基础，在底部加装了电解板，这些电解板能够将水分解，生成氢氧混合气体。这种混合气体与空气混合后注入引擎，本质上实现了水的可燃燃料转化。专利文件详细描述了多种组件与机制，用于维持稳定的电解液水位，并调节气体混合比例，以确保最佳的性能和安全。性加勒特化油器的技术精妙之处在于其按需制氢的能力，这解决了氢能领域储存与运输的关键难题。氢能虽是高效燃料，却因高反应活性及高压储存需求带来显著的储存难题。加勒特的方法通过在车内直接生成氢气，规避了这些问题，消除了对笨重且危险的氢气罐的需求。尽管前景可期，加勒特电解化油器始终未能实现商业化，这项技术面临着重大的实践和经济障碍。例如，电解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这在当时的汽车技术条件下构成了显著的挑战。此外，将水转化为氢气再作为燃料使用的整体效率未能达到足够的高度，使其成为汽油发动机的可行替代方案。转向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斯坦利·迈尔在1980年代因宣称发明了水燃料电池可以驱动汽车而轰动一时。他甚至展示了一辆据称以水为燃料的沙丘越野车。迈尔的发明据称采用一种燃料电池，通过电解过程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他宣称此过程借助电能谐振实现所需的能量低于传统方法。这种氢氧混合物随后在内燃机中燃烧转化为水蒸气，据称能产生净能量。然而，麦耶的说法前后矛盾，有时他声称火花塞已被水裂解器取代，有时又指称燃料电池承担该功能。尽管引发热议并获得媒体关注，其主张始终未获科学界的独立验证。1996年，事态急转直下，两名投资者以欺诈罪名起诉麦耶，法庭认定其犯有严重且恶劣的欺诈行为。专家证人指出，该装置实为常规的电解池，性能与宣称不符。麦耶被判向投资者赔偿$25,000。斯坦利·麦耶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1998年3月20日，他在与2位比利时投资者共进晚餐时猝然离世。其兄称麦耶冲出餐厅高喊：“他们毒害了我！”随即倒地。官方死因为脑动脉瘤破裂，但围绕其死亡的阴谋论始终不绝。有人坚信他是被暗杀，以压制其发明。
如今麦耶的专利已过期，且主流制造商均未采用其设计，这为这类惊人主张再添一例。2002年，氢能技术应用公司 Hydroge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因一项电解槽设计的专利申请，并提出了新术语水溶液 Aquagen 来描述其设备产生的氢氧气体混合物。这项创新最初并非为汽车应用设计，而是作为传统氧乙炔焊接的现代替代方案。该公司大胆宣称其技术能够仅靠水驱动车辆，通过生成水溶液，提出了诸如巨型气体 megagas 与巨型燃料 megafuel 等概念。然而，这些理论在科学界并未获得广泛认可，被视为未经证实且受到质疑。公司创始人丹尼斯·克莱因 Dennis Klein 对这项技术的潜力持高度乐观态度，甚至透露正与美国某大型汽车制造商洽谈技术采用事宜。更有引人注目之说，称美国政府已对生产采用其水燃料技术的悍马车表现出兴趣。尽管这些雄心勃勃的声明看似前景广阔，现实却更为务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公司调整了发展方向。如今，他们不再宣称其技术能让汽车纯水驱动，转而推广 Aquagen 作为提升车辆燃油效率的方法。这种方法更接近氢燃料增强技术，而非革命性的纯水动力汽车理念。同样在2002年创世世界能源公司 Genesis World Energy 以惊人的声明登上公众视野，宣称已研发出可量产的设备，通过分离水中的氢气和氧气元素再重新组合，从而提取能量。2003年，创世世界能源公司进一步宣称其技术已能驱动汽车，这一主张点燃了众多人的想象，也打开了投资者的钱包。该公司成功从渴望见证这项革命性技术付诸实践的投资者手中筹集了逾250万美元。然而，狂热转瞬即逝，尽管承诺宏大，资金雄厚，但故事走向了阴暗的转折点。当2006年帕特里克·凯利 Patrick Kelly 创世世界能源公司的所有者为这些未兑现的承诺承担后果时，他在新泽西州因盗窃罪被判5年监禁，并被勒令支付40万美元的赔偿金，将焦点转向另一项值得注意的尝试。2008年6月，日本企业 Genepex 公司以一则惊世骇俗的声明震撼全球。他们展示了一款据称仅靠水和空气驱动的汽车，媒体迅速将其冠以水燃料汽车之名，引发了好奇与质疑并存。Genepex 始终对其创新技术的细节保持神秘，虽未透露该发明的核心部件，但透露系统运作采用了其称之为膜电极组件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的关键部件，通过类似金属氢化物与水反应的机制提取氢气，所产生的氢气随后用于产生汽车运行所需的能量。然而，这引发了专家和爱好者间的诸多猜测，许多人认为金属氢化物本身才是真正的能量来源。按此观点，该车更应称为氢化物驱动的按需制氢车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水燃料车。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它挑战了纯水驱动的宣称。该公司在官网上的解释仅用2个词概括：化学反应，未能阐明细节。权威科技杂志大众机械 Popular Mechanics 甚至直言 Genepex 的宣称纯属垃圾。尽管初期引发热潮，随着科技界质疑其可行性和科学依据，怀疑声浪日益高涨。Genepex 展示的实车实为 REV， 一款原产于印度，在英国被称为 GWs 的电动汽车，单凭演示不足以平息质疑。2009年初，距其盛大亮相不足1年， Genepex 公司宣布关闭官方网站，称高昂的研发成本是主要原因。同年，斯里兰卡的 Sharapaya Motorrisi 提出了引人注目的主张，宣称其汽车仅需约3升水即可行驶300公里，约合186英里。这项惊人成就背后的技术原理与其他同类方案相似，通过电解过程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再利用这些气体驱动引擎。这种水燃料汽车的潜力并未被忽视。斯里兰卡总理拉特纳西里维克拉马纳亚克 Ratnasiri Wickramanayake 在亲眼见证这项技术后深受震撼，他承诺政府将全力支持图沙拉将这款水动力汽车推向斯里兰卡市场的计划。然而，短短数月后，剧情急转直下，修昔底德深陷法律纠纷，因涉嫌投资欺诈被捕。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位发明家以相似的理念引发轰动。自1969年起，菲律宾人丹尼尔·丁格尔 Daniel Dingell 宣称研发出让汽车以水为燃料的技术。时间快进至2000年，丁格尔与富美塑胶集团 Formosa Plastics Group 合作推进该技术研发。然而2008年双方合作关系恶化，富美塑胶指控丁格尔欺诈。这场法律战以时年82岁的丹尼尔·丁格尔被判处20年监禁告终。
2011年12月再现类似案例，此前鲜为人知的古拉姆·萨瓦尔 （Ghulam Savar） 宣布发明了水动力汽车。初期，该车使用60%的水与40%的柴油或其他燃料混合驱动，但萨瓦尔并未止步，他雄心勃勃地计划改造车辆，实现纯水驱动。至2012年6月底，其宣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车仅排放氧气，这与传统汽车排放的典型碳排放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时间快进至2012年7月，另一位巴基斯坦发明家阿加瓦卡尔·艾哈迈德 Agawa Karamat 携其水燃料汽车版本登上了公众视野。阿马德的方案略有不同，他研发了所谓的水动力套件 Water 减 Powered Kits， 宣称可适配任何汽车。该套件包含一个储水圆筒、一个气泡发生器以及直通引擎的管道。莫德系统通过电解作用将水转化为 HHO， 即氢氧混合气体，进而驱动引擎。他强调，套件需使用蒸馏水才能高效运行。阿马德对自己的发明充满信心，宣称其产生的氢氧气量超越了所有前辈发明家，这归功于某些未公开的计算方法。他甚至在巴基斯坦申请了专利，以巩固其主张。然而，莫德的发明引发了争议，部分巴基斯坦科学家迅速质疑，称其水燃料汽车根本不可能实现，且违反了热力学基本定律。他们将该发明斥为欺诈。今日最后一项引人注目的主张来自印尼发明家阿里安托·米歇尔 （Varian Tomizo）。2022年5月，他推出了一款名为纳库巴 （Nikuba） 的装置，宣称能将水转化为氢气作为摩托车燃料。阿里安托坚称其发明效率极高，仅需1升水即可行驶500公里。至2023年7月，阿里安托的宣称愈发引人注目。他宣布，包括兰博基尼、杜卡迪和法拉利在内的意大利知名汽车制造商对其发明表现出兴趣。尼库巴，他对该装置潜力的信心显而易见，甚至表示愿意以150亿印尼盾的价格向外国公司出售这项技术。尽管计划雄心勃勃，阿里安托明确表示对印尼政府及国家研究与创新机构的支持毫无兴趣，声称这些机构摧毁了他。然而，印尼科学界，特别是国家研究与创新机构的专家，对阿里安托的发明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该装置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并援引了物理学基本原理。此外，与阿里安托的声明相反，这些科学家澄清上述意大利汽车制造商对纳库巴并无兴趣。他们透露，阿里安托实际上是由其合作伙伴邀请而来，而非制造商本身。感谢观看，下期视频再见。